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，我叫几何。3天前，我爹几雄从我这骗走1000万后，便就此失联。他卖掉了所有家产，害得我无家可归，流落街头。被逼无奈的我，用仅剩的100块钱找了间民宿落脚，开始同城直播，收破烂，收没人要的破烂，收破碗、破花盆、破碟子、破水缸，扯着嗓子喊了10分钟，直播间里终于迎来了说话的人。啊，现在骗钱手法已经这么接地气了吗？楼上的别这么说，人家小姑娘家里可能有困难，不然谁愿意当要饭的呀？快看快看，有个傻蛋要上当了！我定睛一看，果真右下角有个申请联系小红点。我搓了搓手，热情地接通了视频电话。只见对面是个男大学生，他拿出一沓边角泛黄，看起来就有些年头的纸，对我说：“主播，你这收不收？”我坐直身体，用黄金瞳一探，只见那叠报纸正散发出微微蓝光，旁边还漂浮着一行小字：1949年进步日报，价值2万元。我一愣，卧槽，还有这么值钱的报纸？男大学生皱了皱眉：“怎么主播，你不收吗？”我咳了声，坐直身子：“收，全部1000块。”我立马跑腿上门取件，成交不？男大学生点头，满脸欣喜，成交。我私聊问他要了联系方式，用男友的亲密付支付了1000块钱后，男大学生开心地在弹幕上说：“真到账了，谢谢主播。”我立马再翻翻家里的破烂，这下弹幕沸腾了：“主播，我家也有很多旧报纸，你收不收？”我也有，主播，连线我。直播间的人气嗖就涨到了100人，但我选择了下播，怕男大学生后悔。我还特意跟他签署了一条一旦售出概不退换的合同。1个小时后，我顺利地拿到了那沓报纸，直奔古董一条街，随意挑了家古玩店，掏出报纸，老板只看了一眼，就爽快地买单了。临走前还问我：“小伙子，还有好货的话，求你第一个通知我呀。”我不由得感慨，赚钱原来比读书还简单。其实从我3岁那年开始，我就有一种透视式的能力，能看穿物体的内部结构、价值，还有鬼魂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叫黄金瞳。一开始我只是拿这个能力偷看一下同桌试卷答案，没想到现在还能拿来发大财，超能力啊！我拿出手机准备打给男友林浩，和他分享我这日入2万的惊天大好事。谁知电话一接通，林浩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骂：“季何，你怎么丢人？作为我的女朋友，你去直播收破烂，花了我1000块钱，就为了买沓破报纸。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有头有脸的人了？”他还传来一张图片给我，是热搜榜排行截图，井号林浩荣获最佳男配角奖，井号林浩女友收破烂，井号林浩没钱养女友。看着这3条 tag， 我觉得说得很对呀。林浩和我谈了3年，这期间要不是我花了几千万帮他通关系，他这会估计还在跑龙套呢。结果林浩根本不记情，他此时此刻还在继续骂我：“臭要饭的，死远点吧，别他妈说我是你前男友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其实我早就想跟林浩分手了，因为我爸卷款跑路的前一天，他还语重心长地暗示我：“我昨日夜观星象，发现你头上有点绿。”当时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一是因为我们家都有些特殊能力，二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骗过我，除了那1000万。果不其然，林浩跟我分手后10分钟，他就直接官宣了新女友，我的大学闺蜜，内娱当红小花旦于欣。2人在某博上你侬我侬的互动，一边还边诗起我这个前女友。他直言我脾气差，性格坏，又懒，还不喜欢做家务，傻逼才受得了他。评论区里整整1年都没有任何动态的影帝李尚宇竟然现身，只为给林浩发的那条吐槽我的微博点个赞。我含泪拿着1万5去5星级酒店开了1个月的房间，恰逢饭点，
穿着西服的服务生推着餐车来到我的房间里。惠灵顿牛排、三文鱼配鱼子酱、寿喜烧、猫山王榴莲、波士顿龙虾，应有尽有。林浩本来也能吃到的，可惜他不懂事，以后只能喝西北风了。胡吃海喝一番后，我又开启了同城直播。这才刚开播3分钟，直播间的人气直冲300万。只不过大多数都是来喷我的。主播，我家也有报纸，有一书柜呢，你要不要？什么小丑？林浩为什么会看上你这种丢人现眼的货色？能不能请问一下，主播的脸到底有多厚？花别人的钱买废报纸，怎么想的？我直接怼回去。你小嘴往外抹开塞露了吧？满嘴喷粪，骂完就拉黑，完全不给对手反驳的机会。弹幕的滚轮一条又一条，看着连线区99加的小数字，我默默地点开列表，准备随机选一个幸运观众。突然，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极其鲜艳的 ID，SB。卧槽，什么人会给自己起这样的 ID？ 我实在好奇。于是第一个通过了他的连麦申请，没想到视频对面竟然是整整1年没在人前露过面的影帝李尚宇。他的脸一出现，直播间的人气更上一层楼，弹幕开始疯狂：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消失这么久都去哪了？粉丝们好想你啊！你要卖什么破烂？哥哥，卖给我吧，我拿20万买。我沉默了，饭圈的小富婆真多，哪像我全身上下只有5000块够进货了。看着李尚宇，我淡淡开口：你好，请问你要卖什么？李尚宇穿着一身羊毛衫，面色看起来有些孱弱，他慵懒地打了个哈欠。你看我值多少钱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弹幕啊，哥哥你是无价之宝，救命！这个主播什么来头？为什么哥哥愿意跟他连麦？我也想和哥哥连麦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有点无语，决定动用神识，看看李尚宇家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李尚宇家里每一件东西都散发着金光，价值1800万的青花瓷，价值470万的山水图，价值62万的茶壶。但为什么他的大脑是爱心型的？卧槽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恋爱脑？我在脑海里疯狂脑补李尚宇抱着一个女人的胳膊，疯狂求亲，亲抱抱，举举高高的画面。咽了咽口水，思量了半天，本着职业操守，我还是如实坦白：恋爱脑不值钱。李尚宇笑了下，坐直身体看我：季和，你不能因为我大学拒绝了你的告白，现在就这么损我吧。弹幕：我跟李尚宇是大学同学，当时他是整个班级里最好看的病秧子，也不知他哪根筋不对。大2下学期的时候，他竟然将我堵在图书馆角落里，递给我一封粉色的信封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张至少有2000字的情书，还有一枚上好的玉镯子。我用黄金瞳看过，那只镯子通体金光，不是凡品。我本来已经心动答应了，于心却严厉制止我：季和，你可千万信，李尚宇就是个渣男，之前他也这么追过我呢。那会我和于心还是好闺蜜，所以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，便委婉地拒绝了李尚宇。李同学，你很好，我不配。没想到李尚宇自此就跟小脑受了刺激似的，逢人就说是他拒绝了我的告白。我懂失恋创伤后遗症嘛，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，病到现在还没好。随着李尚宇那句宛如深水炸弹一样的话，我的直播间已经快被人冲烂了。什么？哥哥，你和这个女主播是一个学校的？天哪，你怎么敢和咱们尚宇欧巴表白的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哥哥干得漂亮，这种货色怎么配得上你？李尚宇的睫毛颤了颤，显然他也在看这些弹幕。我没忍住，对了他2句：李尚宇，妄想病也是病，得治。李尚宇眨了眨眼睛，满脸期待地看我：怎么治？你帮我治吗？10分钟后，我的直播间已经被他的粉丝冲得开始黑屏卡顿，大概是超管哥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封停了48小时我的直播间。OK， 这下没事干了，
没事干我就只能出去摆摊算卦了。女人嘛，就是应该无时无刻不为挣钱和事业奋斗。戴上圆形小墨镜，贴上8字小胡子，中山装3件套，帽子、上衣、裤子穿戴整齐。我直奔某寺庙门口摆摊算卦。来，一卦只要100米，不准不要钱。这实体店的生意就是难做。我从下午等到天黑，就只等来了一个顾客。巧的是，这个顾客还是我的老熟人。尽管林浩戴着口罩墨镜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似乎刚从寺庙里上完香出来，路过我的摊时，他停顿了一下：“老头，你算卦准吗？”我撇撇嘴：“准呐，怎么不准？那你帮我算算，我今年能拿到影帝的称号吗？”我看着他额头一团黑色的死气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位师兄，你印堂发黑，恐怕有血光之灾哦。能活过这个月就知足吧。”林浩怒了，一脚踢翻我的算卦摊，指着我鼻子大骂：“死瞎子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才是短命鬼！”我双手抱胸，无所谓地扯了扯嘴角：“你被恶魂缠身数月，阳气散尽，也就一口气可活。你一个将死之人，我也懒得与你多费口舌。”林浩听完我这话，又怕又恼，他晦气地朝我啐了2口：“死一边去吧，臭骗子！”1步3回头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看着他被黑气笼罩的背影，我笑了。当初要不是他爹死缠烂打季雄，求他儿子和我谈恋爱，我会管他。林浩8字弱，容易被恶魂附身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家里就应该有个来历不小的恶鬼。2天后，我的直播间终于解封了，抓紧时间开始收破烂。先是从一对30岁新婚小夫妻手里花230块收回一张破椅子，而这张椅子其实是明清时期宫里老匠人的用黄花梨制成的木椅，现在怎么说也能卖上个8万10万的。新婚小夫妻不知道这是祖传的，只当是破烂，抬手就给卖了。然后我又收了些其他乱七八糟的玩意，150块回收的一只外表都包浆了的酱油瓷瓶，其实是唐朝时期的黄釉瓷，虽说有些瑕疵，但依旧价值200万元。70块回收的一只满是焦油和烟灰的烟灰缸，其实是象牙做成的，价值60万元。一场直播下来，我赚得盆满钵满，要不是又被超管封停直播间，我都兴奋得舍不得下播。去古玩街将这些宝物卖出后，我转身前往 4S 店，提了一辆保时捷718，冰美粉色，花费80万，开着我心爱的小车，我又来到寺庙旁，准备摆摊算卦。别问，问就是专心搞钱的女人最美。我这车刚停到上次摆摊的位置前，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。林浩戴着口罩墨镜，焦急等在原地来回踱步。我潇洒地把车对到他脸上，他吓了一大跳，张口就想骂：“傻逼吧你！”但当他看清楚我是上次那个算命的后，他双腿一弯，竟直直地朝我跪了下来：“大师，求您救救我！我好像真的被恶魂缠身了。”林浩摘下口罩墨镜，露出眼下一圈乌青，胡子拉碴，面黄肌瘦的，看起来比前几天更消瘦了。我这时才发觉，他本体的魂魄越来越淡，反之附身在他头顶的死气愈来愈重。我盯着他头上的死气，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小伙子，这多大点事儿嘛！”林浩以为有救，握住我的手，满眼希冀地望着我：“大师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下辈子注意点就行了。”我打断了他的话，笑嘻嘻地说。林浩嘴巴微张，惊惧地跌坐在地上：“您的意思是，我只能等死了？”我点头，但林浩没有轻易放弃，他跪直了身体，开始给我磕头：“大师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您那么神通广大，一定有办法救我的。”我挑了挑眉：“你是人？我还以为你是畜生呢。”林浩的脸色黑了几分，但他依然舔着张脸，陪笑道：“是，大师您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。”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给我：“大师，这里是300万，您看能不能上我家看看？我家穷，
没什么钱，这些钱都是这些年我省吃俭用存下来的。我冷笑一声，不是从前女友那坑来的。林浩瞬间噤声，他以为我有神通广大的能力，这都能知道。我直接报给他一串银行卡号，现在就转账吧。收到钱后，我直接开车前往林浩家。之前还和他是男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就去过一次。他虽然表面上说自己家里穷，可他家的房子却是一栋3层中式的古典别墅，入门就是2排整整齐齐的竹子和石子地。林浩一进这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抱住我的胳膊。那鬼就在这里！啪！清脆的巴掌声在林浩脸上绽开，我给了他一耳光。人畜授受不亲，有点分寸感，懂吗？林浩被扇得没脾气，只能捂着脸点头。我屏住呼吸，动用神识开始扫视。这里黑气缭绕，几乎是每一处角落都被蒙上了鬼气。我皱了皱眉，朝黑雾最浓郁的书房走去。推开房门，我看见一团黑影蹲在保险柜面前。这鬼分明已经察觉到我来了，但他不为所动，甚至往右挪了挪，腾出一块地儿来，似乎是想邀请我也去保险柜面前看看。我用黄金眼一瞧，哟呵，这里面居然全是我的珠宝首饰：蓝宝石项链、翡翠吊坠、珍珠耳环、黄金手镯，还有好几十根金条。这本该是出现在我家保险柜里的东西，怎么这会儿在林浩家里了？我悠悠地瞥了一眼林浩，这些东西是你偷来的？林浩躲在门外，眼神躲闪，拼命地给自己想借口。不是，这些都是我前女友送我的。嗖，一阵飓风从我耳边掠过，只见那阵鬼影突然窜到了林浩的后背上。林浩发出了一声惨叫，好疼啊呀！我的背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。我盯着林浩背上的鬼，这鬼也恰好抬头看我，可就是这么一眼，让我彻底愣住了。卧槽！李尚宇！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，这团所谓的恶魂，似乎是李尚宇的一缕命魂。早在大学时期，我就发现李尚宇天生少一魂，没想到他竟然是魂魄离体。大师，您别发呆了，快救救我呀！林浩的痛苦哀嚎声将我拉回现实。我想了想，决定朝李尚宇的这缕魂魄勾了勾手。过来！李尚宇没动，只是用黑漆漆的眼睛一直盯着我。我又软下嗓音，带着几分哄人的语气道：“乖，听话，到我这来，抱抱。”林浩疼得大叫：“大师，你到底是不是专业的呀？拿符驱鬼呀？你这么温柔，是准备跟鬼谈恋爱呀？”话音刚落，李尚宇竟然真的松开了林浩，他乖巧地飘到我面前，用雾气缭绕的脑袋蹭了蹭我的肩膀。林浩视角里，他看见我伸手摸空气，吓得屁滚尿流，一时间竟然惊恐过度晕了过去。李尚宇，你为什么要缠着林浩？李尚宇没好气地哼了一声，这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眼瞎，放着我这颗上好的大白菜不要，去捡了坨臭粑粑，我怎么会替你来向他报仇？我干笑2声，谢谢你呀。可是魂魄离体太久的话，你也会死的，你该回去了，李尚宇。我知道。我一愣，心中升起一个想法，所以你是不是回不去了？李尚宇沉默了一下，傲娇的别过头，不管谁让他欺负你，我死也要带走他。综上所述，李尚宇是个恋爱脑，他的魂魄也是。我看了眼倒在地上的林浩，陷入沉思。我虽然有黄金瞳，但是倒是那套引魂入体的招式，我是一点儿都不会啊。反倒我那携款跑路人间蒸发的亲爹几雄倒是会，可是现在我根本联系不上他。李尚宇幽怨地往我身旁靠了靠，有人来了。他这话刚说完，一辆豪车就直接撞碎了林浩家大门别墅的玻璃，呲啦一声冲了进来。是李尚宇，他比那天在直播间里连线看起来还要憔悴，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风尘仆仆地打开车门下来，径直走到我面前。几何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我茫然地拿起手机，看着上面数十个未接来电，恍然大悟。
所以这货是专门来找我的。可是他是怎么知道我在哪的呢？突然，我听见鬼魂版李尚宇像个怨妇似的对自己的本体说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？”李尚宇撇撇嘴：“我不是来找你的。”鬼魂版李尚宇：“哦，你是来找季和的。可是季和并不喜欢我们，他甚至当初拒绝了我们的告白。”李尚宇脸一黑，伸手想将鬼魂揉成一团。闭嘴！鬼魂版李尚宇。季和，他现在在心里骂我，问我为什么揭开他的伤心事。他说他看到你就挪不开眼睛，没有你就根本没法呼吸。其实当初你拒绝他的告白后，他在寝室痛哭了3个晚上。他当明星也是为了能让你知道他的消息。万一你哪天心软后悔了，想吃他这个回头草了呢？我俩的意识是相通的。他知道你来林浩这里，以为你俩要复合了，急得翻出大学同学通讯录，找到你的电话号码，就为了阻止你俩复合。盒子，他真的，我哭死！你要不再考虑考虑他吧？他真的纯纯一恋爱脑爷。卧槽，这碎嘴子，听得我脑瓜嗡嗡的。我深吸一口气。不是，当初其实我有想过答应你的，可是于心说你也是这么勾搭他的。李尚宇一愣，连忙解释：“不可能，除了你之外，我没有追过别人。呵呵，我只喜欢你，只爱你，只想跟你在一起。”说完，他的耳根瞬间红了，意识到自己一激动，全部说漏了嘴。他舔了舔嘴唇，赶紧尴尬地别过头。鬼魂版李尚宇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恋爱脑，经不起撩拨的。你撩他一下，他家底都给你兜出来了。最后踹了一脚林浩后，我带李尚宇回了家。我俩一起努力了好半天，才研究出来一个结果：只要李尚宇靠近我，他的精气神就会好上很多。甚至他只要跟我亲密接触，例如牵手，他丢失的那缕碎嘴子魂魄就有迹象一点点回到他的身体里。不过这个亲密接触好像有限制，如果1天之内频繁接触就没有用了。反之，如果李尚宇远离我，那他的魂魄又会开始逐渐离体。6啊，什么流氓设定！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继续将李尚宇安置在我家。为了成功让李尚宇的魂魄回到他的躯壳里，我还必须想办法，每天都让林浩跟李尚宇接触一下。思来想去，我只能换上道士装，又一次找到林浩，语重心长地和他讲：“小林啊，你这情况很严重，只有你的前女友季和能镇压住这个鬼，你不用担心，只需749天，到时候冤鬼离身，你就可以恢复自由了。”林浩对我的话马首是瞻。我刚从他家走出来，就接到他的电话：“季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跟我复合。”电话那头，他高高在上；电话这头，我笑岔了气：“行啊，那你来我家吧。”林浩拖着自己的行李箱打开我家大门时，他看到了这么一幕：我正枕在李尚宇的胳膊上，窝在客厅的地毯上看电影。林浩气得大骂：“季和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你让前男友和现男友都住在你家，你玩的真他妈花！”我叹了口气，仰头和李尚宇解释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忘记换锁了，所以他能直接进来。”李尚宇笑了声，故意加出那种5分低沉、4分凉薄，再来1分不屑的磁性嗓音说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老婆。”他特意把老婆那2个字拉得又长又慢。我知道你心善，路边哪怕是条狗被鬼上身了，你也会救他的。凌晨3点，我听见林浩在给于心发语音：“亲爱的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好想你。”这个几何真的欺人太甚，要不是为了能去驱鬼，我怎么可能来他家？他好过分啊！他跟他那个现男友在里面干苟且之事，真是一点不害臊。还有，你知道他那个现男友是谁吗？是他妈的李尚宇，他也配？他也配？李尚宇是不是瞎呀？我看向坐在地上练习坐位体前屈，嘴里不停发出怪叫的李尚宇，皱了皱眉头，真是一肚子坏水儿的小恶魔。这俩男的住进我家后，我的开销一下子大了许多，主要还是李尚宇，他把林浩碰过的所有东西全部扔了。
美其名曰太脏了。我叹了口气，默默地打开直播间，准备开始收破烂。不过这次直播的不太顺利，因为直播间来了很多李尚宇的黑粉，他们不知道从哪得知李尚宇住进我家的消息，开始疯狂在弹幕里刷李尚宇睡粉，真他妈恶心啊！主播，你到底跟李尚宇什么关系？你是自愿的还是被他骗的？我打开手机一看，井号李尚宇睡粉井号，这条话题已经高居热度榜前3。而李尚宇出现在我家的照片，除了林浩能拍到，世界上我真想不出第2个了。我气得起身冲向林浩的次卧，却发现他并不在里面，行李箱和衣物都已经被他收走了。看来他早有预谋的跑路了。我气鼓鼓地回到直播间，想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没想到李尚宇竟然已经坐在镜头前了。他穿着一身居家睡衣，俨然一副家庭好丈夫的模样。回头对我说：“呵呵，我昨天帮你洗的衣服晒干了，你要穿吗？”下一秒，他又一本正经的和直播间里几十万黑粉一字一句道：“澄清一下，她不是我的迷妹，我是她的信徒。”顿时，有些女友粉绷不住了，她们生气的在弹幕里大骂：“李尚宇，你怎么能背着我们偷偷谈恋爱？你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你这样在我们心里已经算塌方了，知道吗？”李尚宇捏了捏我的后颈，掷地有声地回应道：“我非常感谢你们喜欢我、欣赏我，我永远会怀着感恩之心，真诚地对待我的每一个粉丝。可我很清楚，我这辈子唯一喜欢过的人只有季禾，我爱他，我只能是他的。”挖槽，好刺激，恋爱脑发话了。我的直播间要完了。果不其然，3秒钟后，我的直播间又被冲得封停了。我现在非常奇怪的事情是，林浩哪来的胆子从这个家离开的？我分明告诉了他，他离开我就会死。他一开始也对这话深信不疑，不过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直播间被封停的第3个小时后，李尚宇蜷缩在沙发上，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，他看起来遭受着非人般的疼痛。我用神识一探，才发现他的其他魂魄竟然也在不断的离体，像是外界有股力量强行把他的其余魂魄撕扯出来。嗡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林浩打来的。他戏谑张狂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：“季禾，你真他妈是个贱人，装成小道士骗我是吧？”我呸！什么恶魂缠身时日不多，缠在我身上的不就是李尚宇的一缕命魂吗？要不是于心告诉我，我现在还傻傻的被你逗得团团转。去死吧你们！告诉李尚宇，让他等着魂魄离体、粉身碎骨的下场吧。电话挂断，我气得想直接开车用车轱辘从林浩的脸上碾过去。man 屁，又是于心这个搅屎棍。其实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也挺喜欢李尚宇的，谁让他长得好看、听话懂事，还会挣钱。当初要不是于心胡说八道，我可能已经跟李尚宇谈了好几年恋爱了。李尚宇疼得半眯着眼睛，他似乎发现我要走，忙支起身体坐起来。你要去哪？我陪你去。我知道现在李尚宇离不开我，虽然不放心带着他，可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带他一同前往于心家。于心大学毕业后又搬了几次家，不过他们想不到，我会在林浩的手机里下载过一个情侣定位啊。所以当我带着李尚宇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他们一脸懵逼。季禾，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能找到这里？林浩坐在祭祀台前，手里还拿着一根燃了半截的香。我一脚踹向他的胸口。傻逼，我是你爹。确实，他们躲的地方一般人都想不到，在一个快要拆迁的老破小区里，在最背阴的那单元的1楼租了个小房间。这小房间进门就是一片漆黑，正对玄关处摆放着一个血红的祭祀台，而于心和林浩刚刚就对着祭祀台正中间坐着的黑色娃娃祭拜。他的3角眼微微弯起，嘴边扬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我心里一惊，于心竟然养小鬼。不过还未等我质问他，他就趁着我踹林浩的功夫，脚底抹油，朝门外跑去。
好在李尚宇眼疾手快，在他夺门而出的瞬间，一把将他扯了回来。我抓住于心的胳膊，扬手蓄力就是一巴掌。于心，这一巴掌就是当初你说谎骗我李尚宇是渣男的下场。于心被我扇的牙齿磕破了嘴唇，他雪白的牙齿上溢满了血红，此时笑得格外凄厉。那又怎么样啊，季和，你那男朋友林浩不也是我勾勾手指头，他就能随便抛弃你吗？林浩一愣，所以你根本没爱过我。于心鬼笑两声，他转过头，轻蔑地扫了他一眼。拿了一个最佳男配奖就沾沾自喜不行的普心男，你有什么用？你拿什么跟李尚宇跟他比？好家伙，都不找我俩出手，就开始狗咬狗了。偏偏这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李尚宇轻嗤了声，他搂住我的腰肢，骄傲地说：“这位同学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是瞎了也不可能看得上你。”说完，他还撒娇问我要亲亲，我的脸瞬间拧巴成一团。哥，现在是谈恋爱的时间吗？人家于心都开始杀气腾腾了。结，于心凶相毕露，浑身黑气涌现。我现在有小鬼，你有什么？李尚宇的魂魄被我的小鬼压得一动不敢动。只要今晚一过，李尚宇必死无疑。去把孩子杀了他们，妈妈把他们的血都给你喝。随着于心一声令下，哪怕是我现在不用神识也能看见，空中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，一个浑身发青的诡异娃娃从里面钻了出来。他只有眼白，看起来像是个只有1岁的婴儿。他张开没有牙的嘴，凄惨地朝我们笑。去死，都去死！在鬼婴朝我们咬来的瞬间，我拉着李尚宇一个侧身，侥幸躲过一劫。可是我深知，我根本没办法对付他。我的黄金瞳根本就没有灭鬼这个功能啊！李尚宇将我护在身后，也许是因为魂魄真的离体太久，他现在光是站着都得单手扶墙，也许是本体的疼痛牵动到灵魂的痛。我听见李尚宇的那缕碎嘴子残魂正在疯狂地折磨林浩，鬼魂版李尚宇，好痛！呜呜呜！我痛你也别好过，我先咬你一口！林浩痛得在地上打滚，不停地喊着于心的名字，可于心没有理他，只是继续催动鬼婴，不停地追杀我们。我们两人就在这个逼仄狭小的老房子里来回躲窜，这样下去也是不是办法。我准备让李尚宇先走，关键时刻说不定我那缺德的老爹会突然现身回来救我呢。据说他的特殊能力就是瞬移，还有装死。于是我拽着李尚宇，在鬼婴停止攻击的片刻，抓紧时间让他走。可李尚宇不动，愣是盯着我的嘴唇看了好半天，冷不丁的，他来了句：“快点，吻我。”我不是哥们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恋爱脑呢？鬼影不停地朝我们发起进攻。这时，我惊讶地看见那个小鬼的肚脐处有一条透明的线蜿蜒至于心的腹部。我心中一沉，于心居然狠毒到把自己的孩子做成小鬼。只见小鬼不停地吸收着于心的精气，于心的2个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，整个人也变得摇摇欲坠起来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支着一口气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用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手指指着我们说：“一定要杀了他们，只要他们死了，我们就能吸走他们的精气，我就能成为娱乐圈顶流女明星，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成为大明星的。”于心宛如魔怔了似的，不停重复这几句话。鬼婴吸食了他的精气，以光速生长至原来的10倍大小，他已经有一个成年人那么大了。鬼婴舔了舔嘴角，虎视眈眈地朝我们扑来。我咬紧牙关，一时间竟然不知所措。忽然，我觉得眼前一暗，李尚宇的脸逐渐朝我靠拢，他的嘴唇一张一合，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呢喃：“季和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再不说来不及了。”他的嘴唇弯了弯，眉眼含笑：“如果我再向你表白一次，你会答应吗？”季和，我喜欢你。从一而终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下一秒，2瓣温热的嘴唇竟覆盖在了我的唇上，
他轻轻一吻，我却觉得耳边像是突然炸开似的嗡鸣一片。嗖！只见林浩身体里的那缕碎嘴子残魂突然成功挣脱开了束缚，他朝着鬼婴扑了上去，雷厉风行一顿暴揍，边揍还边骂：“想打我，再打我试试！不知道老子接了吻就会变强吧？废物！”我瞪大眼睛，目瞪口呆，难道这就是恋爱脑的力量吗？于心也愣住了，他显然不明白为什么李尚宇亲了我一下。他的灵魂实力大增，短短数秒，鬼婴就被打成了重伤，开始哇哇大哭。他变回物形，飞快地钻回了雕像里，生怕李尚宇的那缕残魂会追上去揍他。李尚宇这才转过头看于心，他厌弃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坨垃圾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但你确实挺恶心人的。于心见大势已去，他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，满是不甘地看着我。凭什么呀，几何？为什么只要有你的地方，我都会不幸？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？为什么要？上大学的时候，老师有什么好的东西都第一个想到了你。明明我也很努力了，为什么他们都看不见？我就是想比过你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什么都不如你。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那你去死吧，你死我前面就比我强了。于心失去小鬼后，在娱乐圈的地位一路下滑，资源下降，人脉断交。他前2天还是炙手可热的人气小花旦，这短短1月后，街边卖摩托车的都不愿意找他代言。他之前接下的代言节目被陆陆续续的解约，之前他的黑历史也被网友翻出来抨击。于心现在终于成为家喻户晓的大黑星了。至于林浩，他的身体被李尚宇的魂魄影响太久，导致李尚宇的那缕残魂离身之时，牵动了他自身的一魂，恰巧那还是影响林浩智力的一魂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林浩时不时的就会变得痴呆，前1秒还是正常人，后1秒就会突然智障。他成功在接下来的一档综艺里当众尿裤子失禁，名声大毁。试问哪个娱乐公司愿意收一个痴傻儿当艺人？林浩理所应当的被解约了。该说不说，被解约后，他还痴心妄想地跑到我家楼下来求收留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你的婚约可是你爸答应好我爸的，你不能失言。”我直接端起家里的狗屎盆淋到他头上，你都屎到临头还敢狡辩呢？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，于心从家里坠楼的消息登上了热搜。他从4楼坠下，奇迹般的没死。有知情人称，他当时七窍流血，满脸抓痕，像是被某种利物撕咬过全身，手臂胳膊上全是血洞。他疯了似的对着空气疯狂哀求：“求求你了，别再折磨我了，你去找别人吧，我养不起你了。”于是他被当成了精神病，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知道他没疯，他这是遭到了小鬼的反噬，肉体和精神每天都会受到非人般的折磨。这下他终于可以和他心爱的林浩哥在精神病院里团聚了。只不过据说于心进精神病院的第3天，就险些被林浩用钢针扎死。林浩将他今天这个下场全部怪罪于心。于心本就被小鬼折磨的精神不正常，现在他更疯了。面对林浩咄咄逼人的质问，他张口就咬掉了林浩脸上的一块肉，以此好让林浩闭嘴。他每天都追着林浩咬，把林浩想成是我，扬言要喝林浩的血，吃他的肉。有一次看管的护士没注意，让于心偷摸跑进了林浩的房间里，于心直接咬掉了他的小啾啾。1年后，我停止捡破烂儿，在家当起了全职摆烂王，每天靠着李尚宇出去拍戏养我。有空的时候，我还会跟他上恋综，在大众面秀秀恩爱。我们甚至还有了 CP 粉，粉头是个50岁的中年妇女。她激动地跟我说：“小何呀，我是看着尚宇长大的，一开始我生怕他找个坏女人结婚，影响自己的星途，担惊受怕了好多年。现在有你出现，我可算是放心了。对了，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呀？”我和李尚宇想了想，决定最近就先定下婚来。
之后再找个合适的日子完婚。也就在这时，我那消失已经的渣爹终于出现了。他穿着一身体面的白色西装，头发抹得锃亮，看起来过得挺好，满面油光，如沐春风。宝贝女儿，你怎么要结婚了都不通知爸爸一声？我啧摇头，拿去扫帚就准备把他赶出去。叔，你哪位呀？偏偏这时候，李尚宇出来拦住了我，他圈住我的腰，蹭着我的脸撒娇。老婆消消气，我相信岳父一定是有苦衷的。我半信半疑地睨了纪雄一眼，他讪笑2声，谄媚地点了点头。是啊是啊，为父这都是有苦衷的。他和李尚宇眉来眼去，进行了一波眼神交流。我总觉得事情有哪里不对劲，直接告诉我，他们2人绝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直到我们订婚那天，李尚宇和纪雄喝醉了酒，我无意中听到他俩在酒桌上的谈话。纪雄，你小子，害我给你背黑锅！哼，你要是不请我抽10包华子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李尚宇从兜里摸出来一张黑卡，递给纪雄，辛苦老丈人了，这是小婿一点心意。我皱了皱眉，趁着2人不注意，偷偷摸摸地顺走了李尚宇放在一边的手机，来到角落里，输入我的生日，轻车熟路地打开微信，只见他的置顶联系人是个熟悉的头像。我皱了皱眉，点他的资料卡一看，用户名云淡风轻，签名风雨过后就有彩虹。卧槽，这不是我爹吗？这2人什么时候背着我偷偷加的好友？我诧异地往上翻了翻他俩的对话，他们的聊天内容更是让我震惊。2人没事聊聊茶道，聊聊如何养殖花鸟鱼虫，每天甚至还互道早晚安。好家伙，纪雄人间蒸发的那段日子，原来每天都跟李尚宇聊得热火朝天呢。我咬牙切齿地翻到了最顶头，看了看他们刚加好友时的聊天记录，云淡风轻。怎么样，小李，当初给你搞的影分身不错吧？你的一缕魂魄离体，就可以24小时跟在和和身边了。小何的保镖是挺好的，谢谢季叔。那到时候怎么样才能让魂魄回来呢？云淡风轻，这个简单，只要你受点刺激，心情大起大落，那半魂魄感受到本体的波动就会回来，比如接吻、牵手什么的。别问叔是怎么知道的，小何的保镖。对了，季叔，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，能不能请你转走小何卡里的所有钱跑路？这样等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就会找我寻求帮助了。至于那些钱，以后我会替您还给和和的，您尽管花，都算我的。云淡风轻，井号点赞，井号点赞。可以呀，小李，叔马上就滚，叔滚到南极去，够远不？我熄掉手机，笑意吟吟地来到酒桌前，一把揪住李尚宇的耳朵：“宝，我的1000万呢？什么时候还？”纪雄反应过来事情不对，立马倒在桌子上，假装自己已经喝醉睡死过去了。李尚宇心虚地摸了摸鼻子，最后他站起来，紧紧将我拥入怀中，在我额前落下一吻：“这辈子还不完了，欠着，下辈子好接着还。”突然，碎嘴子李尚宇蹦了出来，他着急地飘在我耳边告状：“何子，他以前还指使我去偷看你洗澡，想听他还指使我干了什么事情吗？余我500，我都告诉你，我反手就是一大嘴巴子，滚！”李尚宇，今天晚上我势必好好修理你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骨科女医生被传是他妻子，他不否认。我数次升职被他阻拦，最脏最累的总让我顶上。他和女医生同进同出，庆功宴上同喝一杯酒，我在手术室里晕厥，心肺复苏和除颤仪都用上了。同一时间，他和女医生衣衫不整的在被查酒驾。黄金4分钟，我死里逃生。医生问匆匆赶来的他：“你是他的紧急联系人？”我平静地回答：“不是，我和他不熟。那天做手术的病人年纪很大，我从早上就开始跟了，巡回护士病了，我是临时被抓来帮忙的，从早上6点忙到晚上9点，只喝了1袋葡萄糖。手术结束后，
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外走，身子一软，倒了下去，隐约看到同事们惊慌失色地朝我跑来。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是：陈斌，这下瞒不住了。梁瑶，梁瑶，给他上除颤仪。他们呼喊着我的名字，心肺复苏后仍不见起色。杜医生在喊：陈院长电话打通了吗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肯定是要联系陈斌的。下午是院里一个参研项目的庆功宴，也是骨科最年轻的女医生赵幼林的高光时刻。头一次加入医药研究组就出了成绩，可不得庆功吗？院里手头没手术的人都去了，有人在一旁小声嘀咕：打不通，陈院长不接，给赵医生打呀。这种时候了，还避讳什么？两口子谁接不行？我一动不动地躺着，残存的意识却能感觉到苦涩。当初我和陈斌同时进医院，碍于当时的制度不接受夫妻同科室，我答应陈斌瞒下了我们的关系。没想到一瞒就是7年，这1年多，他和赵幼林同进同出，连去食堂都是挨着坐，有说有笑的。连保洁阿姨都神秘地问我：听说陈院长早结婚了，是赵医生吧？他一次都没有否认过，任由谣言传得像真的。进手术前，我还看了一眼庆功宴的照片，赵幼林笑容可掬地给他喂酒，他笑得眼角鱼尾纹都出来了。平时他滴酒不沾的，他说过，拿手术刀的人怎么能喝酒呢？我的耳边仍是杜医生的呼喊：梁瑶的紧急联系人呢？我兜里的电话不停地在震动，屏幕上那2个字不断闪烁：老公。护士李若摸出我的手机接通，那边是陌生的声音：是陈斌的家属吗？我们这边是某某分区交警队。他迷惘地把电话递给杜医生，交警说陈斌不配合测试酒驾。哪个陈斌？陈院长？怎么打梁瑶这了？或许是看清了屏幕上的那2个字，周围一下子静谧的可怕。交警的声音很清晰：人现在都在队里，家属来一趟吧。杜医生欲言又止：来不了，他心梗正在抢救。那头也沉默了，许久后说了几句，撂了电话。黄金4分钟，我被同事们拼尽全力抢救回来，送入病房监测心跳。我的意识已经渐渐恢复，李若垂下的一绺头发都在滴汗，按住我被绞的手微微发抖。梁姐，你好好休息，今晚我守着你。我说不出话来，全身的力气都像被抽离似的，冰凉的液体在血管里穿梭。人是昏沉的，听觉却在寂静的病房里异常灵敏，听得清门外小护士们压低了的耳语。我朋友在交警队说，院长和女的在车里，衣服都没穿好，是赵医生吧？听说庆功宴结束他俩一块走的。我眼角的泪滑落在枕头上，头一次希望自己听错了。可是这1年多里，又何止这一次的失望呢？我生日那天，陈斌直到深夜才回来，满眼疲倦地放下一个锦盒，生日快乐。低头亲吻时，我看见了他耳侧粘着的假睫毛，贴近的嘴唇都瞬间变得冰冷。我怔怔地出神，院里只有赵幼林妆容精致，坐诊也踩着细高跟鞋。他和我见过的医护都不同，傲气又张扬。陈斌总夸他是院里的活招牌，看他那一脸的自信，哪个患者能不信任他呢？也难怪别人会猜测他们是夫妻。他从不吝于在人前偏袒他。我缓缓地闭上眼睛，离开他的念头在这一刻无比强烈。陈斌是凌晨赶来的，门被他仓促地推开，身后是值班医生和护士们，还有赵幼林。她穿着小香风的套裙，外面披着陈斌宽大的外套，眼神疏离，遥遥地看着我。陈斌满脸是汗，眉心紧蹙，身上的衬衫皱了。他朝着我走过来时，脚步有些不稳，眼神复杂。我瞟了一眼就避开了，心底簌簌的只有落雪的声音，像极了那年他走在雪地里，我沉默地跟在后面的样子。这眼神我见过无数次，但到底不同了。在医学院的那几年里，我时常低血糖晕厥。他从5楼飞奔来找我时，眼里满是担心和心疼。同学周彤揶揄他：“你学什么医呀？练短跑的吧你？这么快，
后来同样的眼神我看到过，陷入癔症的患者发疯误伤了赵幼林，他匆匆赶来就是这样的。明明伤的是手臂，他却抱起人往诊疗室跑。医院的护士们都在背后议论，没见院长这么慌张过。现在他也是慌张的，眼神从进门一直没离开过我。可我已经分不清他是担心我，还是担心别的。他俯身看着我，梁瑶。我偏过头去，他呼吸里的淡淡酒气让我想吐。杜医生从外面走进来，拿着脑部扫描的签字单，让一让。他看了一眼检测仪上的数据，然后平视着陈斌：“你是他的紧急联系人。”语调里带着一丝嘲弄。这几年我一直是护士站出了名的那块砖，哪里有用搬哪里，干着最累最脏的活，升职的却都是其他人。最近一次，杜医生都看不下去，主动提议帮我调整。陈斌二话不说拒了，都升上去了，新人谁来带？现在他被问得有点窘迫，刚要点头，我已经转过头来了，语调异常的平静。不是，我和他不熟。陈斌没察觉到我的异常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抬手签了字。他没有基础病，但还是好好检查一下。杜医生面无表情的了一声往外走，到门口时像是故意似的突然开口：“都别蹲在抢救室了，赵医生也回吧，用不到骨科的。”赵幼林原本冷峻的脸顿时变得苍白，他双唇紧闭，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陈斌挽起袖子，松了口气似的坐下来，一边伸手掖背角，一边说：“李若，你去忙你的，我在这就行了。”连我都有点佩服他处变不惊的这份镇定。用不了明天，全院的人都会知道他和我才是夫妻关系。他撒了7年的谎，没想过会被这样戳破。李若表情淡淡的走出去，带上门前，说了一句：“梁姐，有事叫我。”我不走远，病房就剩了我和陈斌。他扭头又看了看监测数据，开口像是在对我解释，却始终没有看我。我喝多了，在车上睡了一小会儿，没听到电话。我没有说话，嗓子干得冒烟，刀片割似的疼。他迟疑了下，车停路边，我刚好在驾驶座，没酒驾，声音越来越低，越来越没底气似的。我缓缓开口：“我不是交警。”他顿了下：“梁瑶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我有点想笑，明明我什么都没想。那4分钟，我跨越了生死，也好像跨越了对他的最后希冀。躺在这的几个小时里，我脑海里闪回的是过去几年无穷无尽的苦累，是一次次在休假里看着时钟流逝，而他一次次的缺席。他医术高明，医德服人，一路攀升，做到主任医师时，前院长调职，制度修订。但他说人家前脚走，我们后脚就公开，多少有点刻意。再后来，他竞争副院长，院长，我再说不出公开的话来，我不提，他就默认这事不重要。现在他像是松了口气，算了，迟早都会知道。我还在生死边缘徘徊，他想的依然不是我。我住了1周院，陈斌陪了1周，应他的要求，胸痛检查和心电检查统统轮了一遍。所有的检查，他都亦步亦趋地跟着，看上去尽职贴心。而我也从李若口中得知，赵幼林请了假。在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无异常后，我转入普通病房，安顿好。陈斌站起身来：“我去看一下杜医生。”他俯身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别多想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探个病。”他说赵幼林此前确实对他试探过心意，怪他没给个正面回应。骨科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个可用的，他的解释似乎只是想说服他自己。我全程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纠结犹豫，他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似的。我去看看，顺便跟他说清楚。凑上来要亲吻时，我冷着脸避开了。他怔住：“梁瑶，我在这个位置上有很多不得已，你体谅下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出院后我要辞职。他沉默了下：“可以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太累。”辞职前我还有2年共计28天的年假要先休。
他犹豫，现在都知道我们是夫妻，都要辞职了，还羞什么？那就辞职前先离婚吧。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，心底那块石头也落到底了。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，直起身来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陈院长，他攥着车钥匙的手收紧，脸颊肌肉紧绷。别闹，老夫老妻的开这种玩笑没意思。我勾了勾唇角，笑了，马上就不是了，去探病吧，回来签字。他匆匆地丢下一句，我不同意，冷着脸出去了，脚步匆忙，一刻都不曾犹豫。我平静地缓缓起身，拔掉输液管，下楼去给自己办出院，换回便装去护士站收拾东西。李若眼圈红红地看着我，梁姐，你真要辞职啊？我不置可否，笑着把备用箱递给他，留个纪念。走到门口等车，杜医生穿着大褂匆匆赶来，他上下打量我，眉头皱紧，休假准备回去做家庭主妇。我笑了下，还没感谢救命之恩。他挠了挠头，突然问我，那天手术那个老头记得吧？他说那人是从省里退下来的领导，听说你倒在手术室外头，还派人来慰问过2次。他从兜里摸出个纸条递给我，出院好歹跟人联系下，让老头宽宽心。我收过放进包里，没再多说，钻进了车里。从毕业忙到现在，骤然多了几10天假期，我还有点茫然。回家收拾行李，这期间我的手机一直在响，看着跳动的那2个字，我心底毫无触动，好像经历生死之后，什么情爱悲伤都微不足道了。我从抽屉里拿出许久前拟好的离婚协议，签好了名字，放在餐桌上，转身背着包，拖着行李箱离开，门在身后关上，好像也把我对陈斌长达数年的感情一并抛在了身后。我挂掉了他不断拨来的号码，只发了2条消息给他，签字离婚。我不想走到诉讼那步，没有赵幼林，你当不了这个院长。我都知道的，打从陈斌盛邀赵幼林入职，我就知道的。他在副院的位置停滞许久，缺左膀右臂，更缺铺路的关系和人脉。我在医学杂志上看到过赵幼林发表的论文，指导导师一栏赫然是这行赫赫有名的那位赵姓老教授。再往下探究打听，背后的亲属关系昭然若揭。陈斌的野心从来都显山露水，他没有澄清过和赵幼林的关系，或许也有将错就错的打算，多余的从来都是我。我订了机票回南方小城，年迈的父母害怕坐飞机，又不适宜长途跋涉。我已经几年没有回过家了，年假攒了又攒，每次要休都被陈斌阻拦，他总是振振有词，我走不开。你等等，现在我和他的纽带断了，终于不用再等了。航班落地已近深夜，母亲睡眼惺忪地开门，看见我那一刻泪涌如注。父亲蹒跚地进厨房张罗，可止不住地抬手拭泪。我躺在儿时的床上，身心俱疲，却心底清明。远嫁是一场豪赌，同甘共苦也是一场豪赌。我赌得酣畅淋漓，也输得心服口服。南方小城里热腾的早市，淅淅沥沥的小雨，都让我感到平静。除了李若3不5时的发消息来，我知道赵幼林在我出院后就回了科室，总是沉着脸，也知道了他好几次红着眼从陈斌的办公室出来，所以收到好友添加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我点了拒绝，他索性直接拨了号码过来。梁瑶，他不会去哄你回来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知道啊，陈斌只会每天给我发1条消息。梁瑶，现在还不是离婚的时候。10天后，我坐上了进藏的火车，父母送我去车站的时候，没忍住又偷偷拭泪。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不需要反思和悲伤。我点点头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进站回头冲他们挥手，一路风景从车窗悠然而过，我不时地拍下。朋友圈都快要变成游记了，杜医生在每一条动态下点赞，不时地评论，留下2行羡慕的泪。今天又是手术台前站1天，陈斌早就已经不是我的置顶了，
他的消息被同事们的各种分享冲刷在底部，总是简单的4个字：注意身体。抵达的那天，风烈烈地兜起丝巾，他打来电话，声音被风吹得有点破碎。梁瑶，我刚刚午睡的时候梦到你了。我平静地抬头看着远处的雪山，近处随风飘摇的铃铛。他的声音和每个字都变得陌生，想起我们在医学院时说过，以后要一起去那里。我们有过很多次同行的机会，但都让步给了他的仕途曙光。他迟疑地说：“我们连婚礼都还没办，毕业时太穷了。”2个人兴冲冲地去领了证，约定以后婚礼要风光大办。他要拿钻戒换我手上那枚易拉罐环。一转眼7年过去了，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他的背叛，听他深深的叹气，说出那句：“是我对不起你了。”是的，是你对不起我。他似乎愣住了，许久才闷闷地说：“我签过字了。”心底彻底的松弛了。我如释重负地笑出了声。那就祝陈院长从此天高海阔，一路高升。他没有说话，听筒里只有沉沉的呼吸，隐约听见门被推开，赵幼林的声音夹杂着笑意传来：“我爸同意了，下个月我们办婚礼。”陈斌仓促地挂断了电话。我笑了笑，低头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按下删除的瞬间，他发来的消息一闪而过，没看清已消失。几天后，我在热闹的篝火前收到赵幼林发来的电子请柬，人不用到了，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幸福。请柬当中是他们依偎的合照，陈斌紧抿着薄唇，视线不知落在哪儿了。我待到假期结束才离开。回医院办离职手续，杜医生手揣都靠在门上，看我把东西都塞进大箱子里，他战术性咳嗽了2声：“老张让我请你去一趟。”我随口问：“哪个老张？”他不由分说拎起我衣服后领，把我往住院部的单间病房带。推门进去，满屋的人都朝我看过来，病床上的老人慈眉善目，冲我笑得格外和蔼。我这才想起杜医生说的那位在我晕厥当天做手术的老人，于是惴惴地向他打招呼。一旁长身垂立的中年男子却突然开了口：“梁护士是不是办好离职了？有没有兴趣做私人看护？”不等我拒绝，他飞快地瞟了一眼床上的老人：“条件你开，我想你应该需要一份好工作。”杜医生在背后轻轻地推了我一把，我很快反应过来，这对我来说或许真的是个机会。3天后，我以私人看护的身份等在医院门口，陈斌正点头哈腰地送老张出来。看到我，他微微一愣神，老张已经笑盈盈地冲我招了招手，回头看着陈斌：“有什么事以后就先跟小梁护士说吧，他话里有话，要遵医嘱吗？”我听他的。当晚，陌生号码就打了进来，陈斌的声音尤为疲倦：“梁瑶，怎么回事？”我实话实说，找了份新工作，他住的病房，平时来探病的人，你心里清楚他不是普通人。我不觉失笑，在我眼里，他就是一个病人。我没给他继续说教的机会，径直挂断了。请我的中年男人是老张的儿子，在医药研究所任职。他把办好的出入证递给我，也随口打消了我的好奇：“之前我爸住院的时候，主要是你在护理吧？他夸了你很多次。老张的女儿也是我的同行，与我年龄相仿。他说我妹妹前几年疾病过世了，本来我爸最听他的话了，他叮嘱我就像之前在医院一样照顾老张就好。我发现他现在就是老小孩，你说话比医生说话管用，但他没告诉我，老张爱吃瓜。”陈斌挽着赵幼林亲自登门拜访，邀请老张出席他们的婚礼。我正拿了药过来，水杯放下，手伸到老张面前，他苦着脸：“晚点吃。”我板着脸：“已经晚了半个钟头。”一旁的陈斌话刚说了一半：“张老，您看下周。”赵幼林冷眼看着我，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我全当看不见。本来我也和他没什么交集。老张叹口气，认命地拿了药塞进嘴里，咕咚咽下去，才慢悠悠开口：“小梁啊，你去不去？”我顿时瞪圆了眼，这种时候别问我呀。
老张的眼睛滴溜溜的在我和赵幼林身上来回，笑得像个老狐狸。陈院长这是二婚吧？陈斌的表情顿时有点尴尬，额头扑扑冒汗。张老张已经敛住笑意，二婚还办婚礼，也不怕人笑话。他颤巍巍地站起身，我赶紧扶住他的手臂。他又回头看了一眼赵幼林，你爸也是老糊涂了，这门亲事也敢答应？老张没答应，但也没直接拒绝。下班后，司机把我送到巷子口，远远的，我看到陈斌靠在车上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我冷着脸匆匆经过，并不打算停留。他迟疑地跟上来，梁瑶，你能劝张老出席我的？他自己都说不出口，却眼巴巴地盯着我。我停下步子，我只是个看护。陈院长有点强人所难了，他不由得伸手拉我，我立刻避开他的触碰，他的手僵了下，神色也沉了沉。赵幼林那边请了不少人，张老虽然退下来了，但人脉和威信还在，建立人脉，维系关系，有个仰仗的靠山。我突然觉得好笑，他连举行婚礼都是带着目的的，不觉抬头看着他。陈斌，你已经是院长了，还要爬得多高才知足呢？他当然听得出我的言外之意，神色间满是疲倦。你不懂，到了这个位子，我更不能出错，更需要面面俱到，靠山也是多多益善。他迟疑地开口，本来张老还算给我几分薄面的，不知道怎么，他飞快地瞟了我一眼，话没说下去。我冷笑了2声，陈院长未免太看得起我了，我一个小护士能左右什么呢？说完抬腿就走，他在后面突然提高了音量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不往上爬，就会有别人踩在我头上。他的声音透着几分凄凉，我们是一样的，普通出身，苦读多年，不拼哪有机会？感情有什么用呢？梁瑶，我们守着彼此，并不会变得更好。我没有回头看他，耳边回想起多年前在医学院他说过的话，做个无愧于心的好医生就够了。不够的，他的欲壑难填。他说的没错，感情对他没用，那么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不能为他铺就登云梯。杜医生辞职了，他来找我时看上去一脸轻松，他是医院重点科室的大拿，也是副院长的未来人选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他却摊了摊手，我可不是裸辞，已经谈好了去省立医院，下个月就职，确实是个更好的去处。但我分明记得他以前说不喜欢那里的氛围。他看出我的疑虑，微笑地往前走了2步，压低了声音：梁瑶，这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。他说算他倒霉也好，算他幸运也罢。那天因为手术后累极了，在药房靠着药品柜就睡着了。他听到了药剂师的窃窃私语，院里要起一场腥风血雨了。我不走，恐怕就是替罪羊了。药品采购和资金拨付里塌陷的漏洞是我想象不到的。杜医生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虽然这么说不合适，你离婚挺是时候的。他说要趁着假期出去走一走，你不知道各科室那群忙疯了的，前阵子多羡慕你。他离开后不久，陈斌又来拜访了2次，张老避而不见，还意有所指地告诉我，和陈院长私下也少见面，避嫌也好。我没有多问，就算再迟钝，也感觉得到要变天了。唯一沉浸在幸福中的，或许只有赵幼林。李若时不时地向我吐槽，恨不得挂在陈院长身上，一点不避人了。我无暇在意，全当是听个闷子。每天来拜访张老的人很多，我要时刻盯着他，趁我不备偷偷酌2杯。每次被我严厉的禁止，他都笑着打哈哈，冲着来宾指我。等我好利索了，赶紧给我把他弄你们医院去。我听得出他在给我谋出路，毕竟我不可能一辈子做看护。转眼到了婚礼的前一晚，我睡前收到了陈斌发来的消息，其实瞒着没什么不好，至少你还是我老婆。我失笑，忍住了打过去骂脏话的冲动，他的电话却打了过来。梁瑶，我在楼下，我们见一面。我没想下去，但他锲而不舍地打了很多次，你不下来，我就一直在这等你。他坐在车里抽着烟，一手撑着头，看到我就翻身过来，打开了副驾的门。
我冷着脸看他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他怔了下，不觉苦笑着揉了揉眉心。他推开车门走下来，深吸了一口烟，丢掉了。他深深的呼吸，抬头定定地看着我。你是不是一直怪我没有公开我们的关系？我没理会，现在早就不是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了。他自顾自地说。赵幼林的父亲在做的那几个医药实验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。早在几年前，他还只是主任医师的时候，就已经深陷其中。他利用在医院的权力为赵教授和医药公司牵线搭桥，而赵教授利用手里的人脉和研究成果为他的升迁铺路。他垂着头，我唯一不该做的是答应赵幼林进医院。他没想过年轻张扬的女医生会对他情根深重，而赵教授早看透了其中的脉络，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。陈斌苦笑了下，靠在车身上不敢看我。我一直瞒着，只是不希望走到这一步。他说，从我和他的关系猝然被发现后，赵教授就在对他施压。我不想离婚的，可你也逼我，他们也在逼我。他喃喃地说着，仿佛此刻只有他变成了无辜的。我不得不签字，也不得不娶她。他的脸色一寸寸地变得晦暗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所以我说，感情没什么用，梁瑶，感情在这些利益纠葛面前一无是处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看低过他。陈斌，你真可悲。转身走的时候，他徒劳地想要抓住我的手臂，但还没触碰到，就先无力地垂了下去。早上我是被李若的电话吵醒的，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兴奋。梁姐，我在婚礼现场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有点不想听下去了。陈院长没来，我想他应该不会来了。他叫嚷着让我打开电视看新闻，挂断电话，又传了数十张婚礼现场的照片给我。电视发出嘈杂的声音，本是某某医院原财务科长郑某实名举报该院院长陈斌在采购药品、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巨额回扣，并且存在长期挪用款项用于药品实验中的临床数据造假。我低头看着聊天框里的照片，赵幼林穿着婚纱，仓皇地回头张望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他父亲被带走时看起来神色慌张，满地都是散落的花瓣和彩带。听说陈斌是穿着礼服下楼时被带走的。我回想他几个小时前在我家楼下的失落和无助，或许那时他已经对自己的处境有了预感。我收敛情绪，用冷水洗了把脸，出门上班。张老坐在躺椅里，眯着眼晒太阳，听见我的脚步声，他睁开了眼，看新闻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药递给他。难得他这次一点也没抗拒，老老实实地咽了下去。一会来人找我，你帮我挡挡。他说的云淡风轻，看上去对来客早有预料。中午不到，赵幼林就匆匆赶来。他换了件平常的套裙，却和脚上的平底鞋实在不搭。瞧见我，立刻冷了眼，抬手就要推门往里走。我拦住了。张老今天不见客。他咬牙瞪着我。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他的。气势汹汹，架不住眼眶红透了，泪也涌了出来。我叹了口气，别让我叫保安。他一下子耷拉着肩膀，松开了手。梁瑶，只有张老能救他，还有我爸。他不会求我，但他穷途末路的样子写满了诗意。我冷着脸把他推了出去，谁也救不了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墙倒众人推，关键岗位上的很多人员都主动地去交代陈斌身上的罪责，一桩桩一件件，他始终闭口不答。但赵教授却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很快就连赵幼林也拖下了水。李若在电话里提起这事时还心有戚戚，都说虎毒不食子，赵医生他爸居然什么都往他身上栽。他说赵幼林这阵子看着神色不定，一直在四处奔走，结果却在门诊被直接带走了。听说他爸交代他的论文造假，说医药研究里的临床造假都是他做的。我很清楚这些事只要进入调查环节都会水落石出，赵教授这样做只是为了拖延调查时间。李若冷哼一声，杜医生还说呢，
老教授肯定是想着给自己的人脉拖时间，但这种全链条式的塌陷，谁又敢趟浑水呢？老张过大寿是大半个月后的事了。席间有人主动向我邀约，说院里正好有个合适的职位给我。我笑了笑婉拒了。扭头老张就沉着声数落我，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？我告诉他，我已经先答应了杜医生，他在省立医院里待得实在憋闷，想要自立门户。老张愣了一下，他出来自己做的话，你倒是可以去试试，几个月后。我辞别了老张，拿着在这里不菲的收入，做了杜医生的合伙人，百废待兴。李若兴冲冲地推门进来，我来报道的。而陈斌的案子已经渐渐水落石出，他提出要见我一面。杜医生拍了拍我的肩，别客气，去了笑得大点声。会客室里，我差点没认出他来，他瘦得脸颊凹陷，头发大半都斑白了，还不到40岁的人，像是在一夜间就老了。他微微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立刻心虚地避开了。我以为你不会愿意来见我。我拉开椅子坐下来，平静地看着他。那一刻我其实很想问他，值得吗？但我没有，我只是轻笑了下。这辈子最后一面了。他的肩头瑟缩了下，笑得很勉强，没那么严重，可能10几年吧。我敛住了笑，在我心里和死了没什么分别了。他仓皇地看向我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父母，你有空的话帮我照顾一下，毕竟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。我摇了摇头，没空，自己种的恶果自己承受。他无力地垂下头去。梁瑶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吗？在我们婚姻存续的那几年里，或许恨过吧。可是在经历了生死的4分钟后，我对他早已放下一切情绪，没有爱，也没有恨。我坦然地面对着他，你不该让我来的，我只会觉得你现在罪有应得。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。诚然，在我们相爱的那许多年里，有过太多的承诺和对未来的希冀，但在彻底结束的那一刻，早就尘归尘土归土了。他仿佛在这一刻才彻底的颓败下去，身体瘫软在椅子上，深深地埋着头。梁瑶，你不是我，体会不到我的不得已。我不觉笑了。陈斌，人生的路千万条，是你自己选了一条自以为是的捷径。他的双手微微发抖，连带着声音也在颤动。可我对你的感情始终是真的。我站起身来，不想再多看他一眼。你也说了，感情是最无用的。几年后，杜医生的医院已经在市里小有名气。我身为合伙人，其实大半时间都在进修。他时不时地打电话来，闲聊之余，总不忘暗搓搓地补一句：“你这么勤奋上进的，该不会打算跳槽吧？”我笑着合上书，劝他少做白日梦。我是要等着分红的。也不知聊到那一段，他突然吞吞吐吐地说：“陈斌死了，你听说了没？”我握着电话的手顿了一下，一时间脑海里竟想不起他的样子来。杜医生说，或许是10几年的漫长牢狱让他绝望。他把牙刷磨尖，捅开了自己的大动脉。我听老张说的时候，都心里发寒。他对自己是挺狠的呀。我想象不来那个场景，只觉听到他的消息恍如隔世。杜医生还在问我，赵幼林是不是还有2、3年才出来？我没再接他的话茬，挂了。无关的人提他们干什么呢？他讪讪地笑了笑，这不刚好想起来了，随便说说吗？哎，你哪天回来呀？电话撂下，我抬头看着图书馆的窗外，柳条随风飘摇，让我想起那年被风吹动的铃铛。遥遥的雪山似乎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，而那时的心境却早忘了。那生死之间的几分钟和那个难得的假期，都像是我人生中的间隔，将无望彻底留在了过去，让我从此得以轻装前行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